我死的那天，前夫裴昭迎亲的花轿撞翻了我的棺材，白色纸钱掉在红色的轿帘上，裴昭气得一脚踹翻了牌位，大骂晦气。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生前强逼裴昭入赘，害他断送前程，都是我自找的。包括他也是，直到新婚当夜，他无意翻到一沓当票。那晚，裴昭发了疯似的徒手挖了我的坟，哭着要给我陪葬。我上花船时，船舱里的琵琶正弹到最精彩的时刻。裴昭被众人簇拥坐在榻上，身边一个长相清纯的乐龄靠在他身上，嘴边叼着花，魅惑地勾着他的脖子。一群人高喊着用嘴接，用嘴接。乐龄眼角红透，目光里满是欣喜和期待。裴昭唇角轻勾，视线淡淡瞥了我一眼，而后吊儿郎当地说：“别闹，我可是赘婿，主母夫人看着呢。”一群人这才转身瞧见我，纷纷弯腰喊了声“沈夫人”。坐在裴昭腿上的姑娘见状，也皱着眉要下来，谁知腰身一紧，整个人都被裴昭抱进怀里，当着我的面用嘴接过她的花枝，而后调笑般问我刺不刺激。场面顿时又骚动起来，所有人都等着看这场好戏。裴昭是沈家赘婿，但我和他的婚姻一直形同虚设，更何况现在沈家落败，裴氏兴起，一向浪荡风流的裴昭更是不会怕我这个空有头衔的娘子。我忍下眼眶中的酸涩，温言道：“夫君，今日母亲贺寿，万不能错过吉时，你快同我回去。”裴昭却看着我笑，一动不动。夫妻地位高低立现，连刚才胆小的热龄见状，都肆无忌惮倒在裴昭的怀里，朝我挑衅一笑。远处河岸边响起更声，虚实已过。我握紧掌心，任指甲嵌进肉里。贺寿过了吉时，可以想象回家会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雨在等着我。我的心彻底凉了，转身要走，谁知身后传来裴昭却答道：“好啊，夫人。”他忽然起身，怀里的女孩一咕噜摔在了地上，眼泪汪汪。裴郎，可裴昭却没看他一眼，走到我身边，扣住我的腰：“魏夫这就同你回去。”我看见他眼底闪烁着恶意，他对这花船上的姑娘不见得有多喜欢，但他就是要故意错过吉时，只有这样才能不让我好过。而他就站在一边悠哉看戏就好。裴昭的嘴里发出桀桀的笑声，我只当没听见，拉他上马车，直到轿帘放下，我才甩开他的手。谁知裴昭却反握住我，将我抵在马上，嘲弄道：“一向温婉大度的沈大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不装了？”我被他的话深深刺痛，眼红了一圈。跟裴昭成亲前，我是京城富商沈家大小姐，自小被爹娘捧在手心里的，连句重话都没听过。如今沈家没落了，任谁都能来踩一脚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人前我更不能自乱阵脚，失了沈家最后的体面。裴昭就是知我如此，才会几次三番在人前使坏。我眉头轻蹙，转头看向车外，由他去。谁知这家伙更加肆意，举高我的胳膊，扣住腰，将我拉近，一口咬在我的肩上。车外人声鼎沸，一旦我出声，就会引来围观。我死死咬住唇，奋力挣扎。裴昭赌我不敢喊人，更加得寸进尺，眼泪一滴滴砸下来。凉风透过窗户缝吹进来，昔日的柔情似冰刀，一层层剐蹭着我的心。我颤抖地问他：“裴昭，既不喜欢我，又何必答应入赘，如此侮辱我？”裴昭冷笑一声：“夫人，莫不是忘了当初是怎么胁迫我入赘的？沈云溪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”他一把撕破我的衣服，惩罚性的在我身上咬出一道道齿痕，直到我忍不住痛呼出声，他才满意的嗤笑：“夫人，让为夫好好的伺候你，配合点。”我没理由拒绝，因为裴昭一拒夫人，无一不在提醒我，当初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戴上的枷锁，没有喊停的机会。5年前，裴昭进京赶考，他爹晕倒在沈家门前被我所救，他特来沈家拜谢。那时看他衣衫破旧，却生得容貌俊朗，气质出尘，只一眼我脸就红了。他爹想跟着我爹学经商之道，沈家开出的条件是让裴昭入赘，可入赘沈家，裴昭就会流入商籍，律令有言，商籍不能入仕。裴昭寒窗10多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，哪是肯从的？谁知公公为了逼迫裴昭就范，不仅烧了他的贡院侍帖，还把他打了个半死。那夜，裴昭身后的血染在雪上，竟比树上的红梅还红。我哭着求爹爹放过裴昭，可只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裴家却传来他同意成亲的消息。我当真以为他死了入世的那条心，可没想到他恨透了我，他是存了把我往死里折磨的心思，才同意成的亲。马车停在裴府门前，裴昭跳下车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我衣不蔽体，在车厢里颤抖。丫鬟护我入府，看到我身上的青紫，心疼的眼泪都掉了下来。郎君怎么能这么欺负小姐呢？小姐明明是他裴家的恩人，我去找他算账去。我忍着疼拦住他，
非我对裴昭心软，而是时移世易。我早就不是什么娇蛮任性的大小姐了。我现在所有的吃穿用度，包括娘的药费，都来自于裴家。以前在沈府有爹娘撑腰，裴昭自然事事顺我的意。只是现在我没有爹了，娘也一病不起，她就不想再装了。但跟我受的这点屈辱比起来，我更想我娘活着。第二天醒来，另一边的竟让我好好一个儿败在你的手里。沈云溪，你连自己丈夫的心都管不住，还勾着他在街上胡闹。你不要脸，我们裴家还要脸呢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今年再无所出，就别怪婆母给你夫君纳妾了。阿弥陀佛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依稀听到里面传来争执声。方才一句话没说的公公说：“你那个混账儿子干的好事，你怪到媳妇头上干什么？沈家都败了，你怕他作甚？”婆母怒吼：“当初要不是这个臭丫头逼着我儿子入赘，我儿如今早就官拜宰相了。你非逼他娶个破落户的女儿，他能不难受吗？”公公叹气：“那不都是权宜之计吗？要是不入赘，你现在哪来的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多钱？权宜之计，你倒是权宜了。可怜我的儿。”婆婆哽咽了2声，她娶了一个不会下蛋的女人为妻，她这辈子都被毁了。我没有继续再听下去，也没有再回佛堂，只觉得一只大手将我的整颗心都掏空了，心底的疼蔓延至全身，连走路都开始不稳。初冬的太阳温暖和煦，照耀着我院子中血色的红梅。我推开门，就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树下，不由得想赶紧走开，谁知手腕突然被攥住，裴昭的视线在我脸上来回打转，而后指尖慢慢摸索着我的脸。他打你了？哼，好笑。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一想到刚才婆婆的话，我心如刀割，用力甩开她的手。裴昭像是被我激怒了，犀利的眸子似笑非笑。沈云溪，你不是很厉害的吗？你不知道反抗吗？还是你在对我装可怜？我也跟着笑。我装可怜对你有用吗？他不说话，只瞪着我看半晌后，一拳砸在树枝上，血扑簌簌的落了我满头。也是，他冷哼，知道没用，那你就活该受着。对付你这种满腹心机的女人，就是不能仁慈。他走得很干脆，因为他知道，若是一整天在外寻欢作乐，不回家，他娘会罚我罚得更重。裴昭，你竟恨我至此吗？我咬着唇，紧紧握着身边树干，任细长的枝藤把掌心扎得鲜血淋漓，也不让一颗泪掉下，心疼到麻木，我才彻底醒悟过来。裴昭，既然你不爱我，那有些事我也不必再替你隐瞒了。裴昭那晚果真没有回家，婆婆气不过，请我去祠堂罚跪。漫漫长夜，冰凉的地砖黄曼鬼哭狼嚎般在头顶上回荡。到后半夜，我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上，意识逐渐迷离，想起5年前裴昭刚来沈府的时候，那时他边读书边照顾他爹，我时常跟丫鬟蹲在墙下听他念之乎者也，一天都不觉得烦，不敢让他发现，又期待他何时发现。直到有天下雨，窗户突然打开，从里面伸出一只青色油伞。沈小姐今日进来听。他就那样直勾勾看着我笑，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等进了屋，脸都已经红透了。裴昭没怪我放肆，还请我吃饼，怕我尴尬，故意问小姐可认真听了，今天我背到哪里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他接道对，我欣喜，郎君念诗可真好听。
就是不知是什么意思。裴昭顿了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美丽贤淑的女子啊，你是君子朝思梦想的人啊。裴郎君有意中人了，我一下惊蹦起来，他吓得连连摆手，没有，大丈夫没有立业何以为家？只是待我及第，若有了意中人，定是要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若我有了意中人，我甘愿为他做一辈子的甜菜饼。裴昭耳尖都急红了，我自觉失态的坐下，低头小口小口咬着饼，羞涩道：“郎君的饼真甜。”1月后，裴昭出门领宫院侍帖，我回屋途中，经过父亲的书房，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沈老爷，我也是受人蒙蔽的，求你救我儿一命。我就这一个儿子，若是放他科考，那户部查下来全都完了。是裴昭他爹的声音。我竖起耳朵，不行，万一事情败露，便是杀头大罪。我没有办法，你还是做好收尸的准备吧。听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冲进去，跪在地上，爹，我喜欢裴昭，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，我求你救救他。那天父亲看向我的眼睛，像裴昭身上的血一样幽深，只是当时我拼尽尽力保全了他，如今他却不要我了。我被丫鬟的拍门声吵醒，小姐，不好了，王大夫说老夫人的状况很不好，您尽快去一趟。我紧紧攥着帕子，心猛然下降，冲进房间，看到床上瘦削蜡黄的女人，我的泪就止不住。怎么回事？我尽量稳住情绪，不让母亲听出来。王大夫不敢看我，是丫鬟没看住，让夫人听到小姐在祠堂罚跪一夜。这段时间，不管我在裴家受了多少委屈，我都会在母亲面前装作幸福娇羞的样子。我一直演得很好。阿西，母亲抬起手找我，我握住她的手，放在脸边，开口就哽咽：“娘，我在这儿，娘好后悔，当初娘就不该劝你爹让裴昭入赘。我以为你会过得很幸福，谁知竟是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听说你婆母打你了。”她眼睛已经瞎了，只能用手摸着我的脸，空洞的眼眶里竟淌出2道血泪来。我可怜的女儿，我的阿西，你疼不疼啊？我哇的一声痛哭出声，趴在娘的身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自沈家衰败后，我从一个沈家小姐迅速成长成沉稳得体的沈夫人，没有人问我累不累，更无人关心我疼不疼。只有在娘眼里，我还是个受不得人间疾苦的孩子。可是现在娘也不要我了，娘的嘴边溢出血水，呼吸也变得粗重。我拼命擦去她嘴角的血，安慰道：“阿西不疼，娘给阿西吹吹，阿西就不疼了。来人，快再去请名医过来。娘，你坚持住，你不要丢下女儿，女儿只有你了。”我拼命地喊她，也没能阻止她生命的流逝。她一直在冲我道歉，生命的尽头还在为我担心，能不能让我见见裴昭？我想问问她，为什么背信弃义，为什么不善待我的阿西？我刹那间心如刀绞，整个人痛得都喘不上气来。裴昭，裴昭！娘盯着门，一声声喊他：“就来了，就来了！”娘，我已经差人去寻他了。我握紧他的手，不知该怎么劝慰他才好。半个时辰后，院子外传来飞快的脚步声，有仆人冲了进来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入谷底。夫君呢？郎君，郎君去了乐坊。仆人小声回。我疼得一下站起来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，是我母亲要见他？仆人捂着脸，委屈不已。郎君喝醉了，他差人出来说，只要是替夫人来传话的，通通乱棍打出去。我踉跄倒退了2步，呕出一口血来。母亲听完最后一句话，也彻底咽了气，两眼还死死地瞪着门的方向。得益于公公的照拂，我娘的葬礼办得还算体面。葬礼结束的时候，裴昭才匆忙赶回来。那时我站在娘的屋子里收拾遗物，走了这么些天，她的房间里已经遍布灰尘，人去屋空。我暗暗垂泪，直到身后有人推开门，无声无息，久久伫立。我没回头，淡漠落声：“裴昭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身后的人没有说话，只站了一会儿便走了。我收拾完娘的遗物，走到前院。院子里，裴昭爹娘正围着一个17、18岁的女孩，脸上止不住的欢喜。身后仆人们议论纷纷，这就是郎君从乐坊带回来的心上人，长得可真水灵。但郎君是赘婿，赘婿是不能纳妾的。现在
你却以怨报德，笑你死到临头还自鸣得意。沈云溪，你找死！裴昭抓住我的头发，恨得咬牙切齿。不过是你娘去世，我来迟了些，你至于咒我死？你这个毒妇！听到他言及我娘，我更是恨之入骨，抓住他的衣领怒吼：你来啊！我现在死也好过给你们全家陪葬。你是不是以为当初逼你入赘都是我的主意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恨错了人。我点着他的胸膛，笑得肆意。你不是自诩很聪明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你爹几年未回家？你一进京他就出现了。为什么他宁愿烧了你的供贴逼你入赘，也不想你入仕？那是因为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刀，你根本就是个强盗的孽种，你没资格入仕。裴昭像是被雷劈中一般，2秒后他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像要杀了我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！我爹当年是出门做生意，他不是强盗。你撒谎！我掰开他的手，剧烈咳嗽。你别自欺欺人了，这么多年你把恨意都撒在一个手无寸铁之力的女人身上，你难道没有一点点怀疑？还是说你自卑？你根本不敢面对现实。当年以你会是第一的成绩，你爹为什么放着大好的荣华富贵不想，非要求我们沈家？裴昭听完，一脚踹在我的腰窝，我的头磕在墙角，立马渗出血来。看着他疯魔的样子，我顾不上疼，还一句句的刺激他。当初要不是我求爹让你入赘，把你的户籍并入沈家，你可知一旦电视核查，你将面临什么下场？五马分尸，凌迟处死，大卸八块！哈哈哈！裴昭，我好恨当初没有任你去死，也好过现在被你凌辱糟蹋的日子。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，我替我这5年来的爱意不值，为沈家付出的一切不值，我恨啊！裴昭错愕了半晌，也勾起唇角。你以为你编造这些谎言，我就信了？你不过是知道我心越脆而想要了他，就吃醋故意激我。沈云溪，你还是那么蠢，你不知今日我本是想送你这个。他从怀里掏出一瓶紫草膏扔给我，满脸痛惜。前几日见你被打，我好心买了这个要哄你。如果今日你说2句软话，说不定为夫一开心便打消了纳妾的念头。谁知你死心不改，还妄想挑拨我们父子关系。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他甩袖走了，还让人把我的门窗封死。他以为纳妾就能报复我，殊不知再见面，他见到的只会是一具冰凉的尸体。天刚擦黑，门窗外映出一个苍老的人影。你千不该万不该把裴老爷当年的秘密说出去。如今裴家已经留不得你了。从缝隙中递进来一杯茶，里面的粉末还未化尽，待看我尽数饮下，那人才离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被痛醒，只是眼睛怎么也睁不开。我听见裴昭疯了般抓着我的肩膀，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狂吼：沈云溪，你怎么可能死呢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们之间的恩怨还未了结，你凭什么死？你一定又在耍心机，对不对？你给我醒过来，沈云溪，我命令你给我醒过来！你个骗子，你不是说喜欢我，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吗？我还活着，你怎么能死？你如果再不醒，我就掘了你娘的坟边尸，给他大卸8块！畜生！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，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一般摔向地面。婆婆在一边哭着劝：儿啊，是云溪福薄，如今她死了也好，这样你就能脱离赘婿的身份，正大光明的娶妻了。裴昭听完，像是入定了一般，沉寂了半晌，忽而又仰天大笑：我知道了，沈云溪，你就是因为我要纳妾才对我以死相逼的吧？你以为你死了，我就会后悔，就会为你守身如玉，不再纳妾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就算死，你依然是我裴昭的妻，要受我妾室的叩拜。你想得倒美，可我偏偏不让你如意，我就要用你的嫁妆当我新娘的彩礼，我就要在你的棺材面前成亲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哈哈哈哈！裴昭已然疯了，但我知道他完全不是因为我，而是被他心头的仇恨活活逼疯。若是以前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定是不忍心的，但是现在他不管说出什么样的话，我的心中只会冷笑。何况这才哪到哪，裴昭对你惩罚才刚刚开始。我出殡那天，裴昭迎亲的花轿撞翻了我的棺材，白色的纸钱散了一地。裴昭不顾忌讳，也不顾众人的反对，硬生生把新娘从喜轿中拽出来，按着她的头给我磕了3个响头，直到年轻的新娘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裴昭才肯放过我。后来听王大夫说，那晚裴昭回府后，一直把自己关在我的屋子里，任谁喊都不开门，直到半夜，他忽然拿着一沓当票和一份文书冲到前院，那模样像是见到了厉鬼一般恐怖。所有人都围了上来，而裴昭只拽着他爹的衣领，高声质问：他的嫁妆里为什么会有贡院誓贴？你当年烧的是什么？这些当票是什么？他怎么会当掉沈家的家产？你说啊！双方拉扯之下，那张贡贴随风飘落在地上，上面的字在火把的映照下泛着金光：无夫才华绝世，不喜约束，若入朝堂必为奸人所害。沈家愿以万金买他落地，护他性命。落款：沈云溪。这是当年未断裴昭的科考录，我送予考官的密信。科举是皇家制度，贡院誓贴一旦发放，哪是那么轻易请辞的？可他爹曾落草为寇，有次竟不小心抢到出宫夜游的公主身上，他被朝廷围剿，四处躲藏。知道裴昭要入仕，一路赶到京城。科举考试，
户部会严查考生户籍，只要裴昭进了那京城贡院，等待他的便是五马分尸。为了护佑裴昭，我私下打点，给他们一家都更换商籍，所耗哪至万金。但裴昭一向孤傲，因为理想破灭，整日郁郁寡欢。我不想因为他爹的事再让他伤心。后来沈家败落，那些贪官欺负我是女人，有事没事就会拿他一家老小的性命要挟，我不得不当掉沈家家产去堵他们的嘴。再后来，沈家没了，我全部的家当就只剩下这沓当票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要瞒着我？沈云溪，裴昭两眼血红，握着那当票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就好像这几年受尽委屈的人是他一样。可他忘了，我曾对他坦白过一切，可他偏偏不信。如今做出这种痛心疾首的样子，真是可笑。王大夫又叹道：“裴郎君自那就跟疯了似的跑到坟前，把小姐的棺木挖了出来，谁知里面只有2根红绳。他抱着棺木又哭又笑。等天亮，又带着大批人马开始搜查小姐的行踪。小姐，我看裴郎君这次是真的知错了，你不如……”我没有让他继续再说下去，因为我知道落得如今这个结果，裴昭有错，我更是大错特错。我错在年少无知，被皮相蒙骗，甘愿舍下贵女的身份，下嫁给强盗之子。我错在一腔真心错付，明知所托非人，还甘愿献出一切。我错在不懂得珍爱自己，万事都要维护夫君的体面，才让他欺辱我至今。我对裴昭的那点少女怀春，早就在裴府仄逼的后院里消磨殆尽。而如今离开裴府，我再也不是谁的女儿，谁的妻，我是沈云溪。我只是我自己，我决定去北疆。其实自娘死后，我就想永远离开京城，所以我说出公公的秘密，还当众宣扬要与裴昭和离。我知道公公是不会看着我活着离开裴家的，于是我提前买通了王大夫，喝下假死药，演了那场死遁的戏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北疆正在打仗，裴昭定然想不到我一个女子会贸然前往。我一边赶路，一边向王大夫学习医术，待到了北疆，已经能够治病赚钱了。那日我在路上救下一个伤病，脾气极臭，一不顺心就要摔桌踹椅，知道他伤口疼，我每日耐着性子照顾他。后来伤好后，见到我竟脸红，冲我拜谢。沈医女将士们都说俺脾气差，不够温顺，你怎地不怕俺？我冲他温婉一笑，比起你的温顺，我更敬佩你的锋利。若这世上有更多人能与你一般放下绣花针，敢于挑战礼法，那后宅之中将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痴女冤魂了。小兵眉心一跳，你早就知道我是女子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远方就吹起了征战的号角。小兵像下了某种决心一样，抓住我的手，小心写下2个字，然后毅然决然提起枪奔赴战场，手中红痕慢慢消散。我握紧手掌想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吧。1年后，北疆大捷，我还没从打了胜仗的喜悦中平静下来，医馆前就出现了一只快马，来人下了马，踉踉跄跄冲进门，抓住我的衣袖崩溃道：“小姐快走！裴郎君杀过来了，来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沈府的丫鬟。她自小跟着我，我死后怕她伤心，曾悄悄去信告诉她，尽早离开裴家。他一直暗中向我通传裴昭的行踪，而此刻他脸色煞白，我来不及收拾行李，拉着他就想跑，然而已经晚了。门外传来马蹄声，整个医馆都被人包围，病人吓得四散逃跑。无数马车中间，一匹黑马跃出，上面是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垂目，我抬头，隔着一道门的距离，我们遥遥对视。裴昭，他居然亲自找到了这里。多日不见，他瘦了很多，早已不见当初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反而脸颊和眼窝都凹进去，整个人晒成了小麦色。他似乎离开我后过得也没有那么好。我沏了茶，示意他坐，谁知他一进门就怕我跑了似的，牢牢抓住我的手。他问：“为是要骗我？”我甩开他笑：“郎君远道而来，可以喝点茶润润喉。我再问你，为什么要骗我？”忍不了了，我抓起桌上的热茶泼在他脸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看郎君是得好好清醒清醒。不骗你，你裴府高宅大院，我能出得来吗？不骗你，你和你那个无耻的爹，卑鄙的娘能让我好好活着。裴昭炸死药真的很难喝，北疆也够冷够难熬，但跟与你成亲后的每一日比起来，都不止好了1000倍万倍。你怪我骗你，那你倒是摸着良心给我一个不离开你的理由。你说。茶水顺着他的额头滑到眼里，竟生生涩出一滴泪来。他眼中闪过心疼，闪过内疚，闪过后悔，再开口，语气就软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你曾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以为是你害了我，才会那样折磨你。阿西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但是我可以弥补。你跟我回京城，我为你重建一处沈宅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好不好？我没说话，静静地盯着他。良久，裴昭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，放在桌上，推了过来，里面是2根红绳。他重新找了师傅，穿了精致的金线，放在锦囊里，日日带着。这1年多，我每天一想到你，我就看着他们，我好后悔，被仇恨蒙蔽，没有表露过自己的真心，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定情信物送人。我总是做梦，梦到我爹打我的那个血液，你扑在我身上保护我，还笑着对我说。裴昭看着我，2行热泪滑下。你说，昭哥哥，我不疼，我一点都不疼。昭哥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没有人能够欺负你了。滚烫的泪滴在锦囊上，
裴昭捂住脸，肩膀止不住的颤抖。我听了半晌后讥笑出声：“郎君今日唱哪出？”浪子回头，裴昭，你该不会还要说你喜欢我吧？他的身子一顿，头抬起来，眼中尽是无尽的苦涩。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从在神府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喜欢你了。那首关雎也是我故意念给你听的。我本想在金榜题名后向神府提亲，可谁知阿西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尽管我已经对裴昭不再存有情意，但时隔6年听到他这番话，我的眼眶还是酸得发疼。我移开脸，你是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们沈家，但如今你这句道歉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滚吧！不，阿西。裴昭上前一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用曾经恶心我的眼睛哀求地看我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爹娘的气？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。今日不管你要打要杀，我绝无二话。疯子！我甩开他，谁知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大喊：“你还想要什么？无论要什么，我全都给你。我已经遣散了家中的姬妾，我要与你一生一世，你不能离开我，除非我死。”裴昭不管不顾地抱住我，任我怎么打骂都不松开。门外的人也冲了进来。裴昭的爹一看见我便急着下令：“昭儿，你跟他还讲什么道理？只要你们的婚书还在官府，他生是我们裴家人，死是我们裴家的鬼。来人！”把这个贱人给我绑回去！我闻言冷斥，强盗不愧是强盗，就算穿上了华服，也改不了土匪的作风。一群人砸了医馆，打伤了下人，做事要来抓我。谁知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烈马的嘶鸣声。王大夫领着太监模样的人走进来，见到裴昭爹娘，大喝：“来人，快把这群强盗拿下！”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裴家人，来不及喊救命，就被官兵压制在地上。裴昭见状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：“沈云溪，你居然派人去了官府！你可知你是我的发妻？我们裴家完了，你也逃不掉。更何况当年沈家包庇我爹的事情败露，你也是要诛九族的。你这样做只是为了报复我吗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没有一点点好？你忘了我那日冒雨为你做的笔，我还给你买过紫草膏，这些好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”听着他细数往日对我的种种好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等着我回答。而我的回答就是甩他一个响亮的大耳光，冲着他冷笑：“这些事你还有脸当着我的面说出来？你是给我做过笔，你还说过给我做一辈子的甜菜笔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实际上呢？成亲后，你带给我的只有屈辱、难堪、耻笑。我倒是经常为你做羹汤，可你却让我别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讨好你。你设计让我受罚，又买膏药给我。可是成亲5年，你都不知道我对紫草过敏，你从未把我的事情发在心上，又何谈喜欢我？”裴昭听完脸色煞白：“不，我不是不爱你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我当时没法可考，我一气之下才……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有句话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就算当年你科考，你也当不了官。你真是想通过当官一展抱负吗？不，你喜欢的是权势，是面子，是万人敬仰的感觉。如果一个人想为民请命，那不管是何身份都可以施展才能，而不是像你一样，不能当官就自怨自艾、自甘堕落。你不觉得从你嘴里说出读书人3个字很可笑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。”裴昭像是被我的话刺中了心脏，整个人失去了神智一般，踉跄着后退。太监察觉我意志坚决，当即便颁布了和离诏书。裴昭像受大巨大的刺激，还想上前申辩，却被太监一脚踹在地上。太监冲我笑说：“公主回京后，已将沈一女的事告诉天子，天子感念姑娘医者仁心，对公主有救命之恩，特下旨允沈氏云溪与夫和离。从此姑娘恢复自由身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不管裴府出了任何事情，都与您无关。我俯身谢过，大概是天意。我1年前救下的小兵，临走前告诉我，她是当朝天子最宠爱的公主。裴昭他爹当时射出去的箭，现在也算正中靶心。”裴家人听完诏书，哭着大喊冤枉，但官兵并没有给他们申辩的时间，便堵上他们的嘴，似猪狗般将他们锁进了牢笼里。裴昭倒是没怎么反抗，一双沁了血的眼死死盯着我，我觉得恶心，直接关上门，隔绝那道视线。裴昭又像是受刺激般，手拼命伸出牢栏，大声嘶吼：“阿西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爱你。”爱你个奶，那个腿！王大夫和丫鬟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许多臭鸡蛋和烂菜叶，通通扔了过去。眨眼间，裴家人就被砸得不成个人样。此道回京，等待他们的是迟到5年的凌迟处死。但这一切都再也与我无关，因为曾经的沈夫人已死，此后堂堂正正活着的是北疆医女沈云溪。